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友汉先生、赖士葆委员、钟佩君议员、张志伦会计师。好，那么大陆外长秦刚不见1个月了，1个礼拜不见的时候，大家说他染疫了，2个礼拜不见的时候说他染疫很严重，2个礼拜居然都不出来，他现在1个月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上午就很多人传 LINE 给我说啊，大陆今天要开人大常委会了，所以是不是要把秦刚干掉？哦，1个月了嘛，外交部长不见了，这多么重大的事情啊，对不对？而且呢，在6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布林肯访问大陆，还跟秦刚说你来美国访问，秦刚说好，我去美国访问，他还说哎呀，中美这个等于是外长因为美国的国务卿相当于外长嘛，他们要互访了，表示中美关系会好起来，然后就不见了，到底去哪里那季幸这次去也没见面了那之前秦刚还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呢在6月25号，然后接着就没有消息了等于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香港媒体在那边报道说，秦刚离开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外交他的影响很大，会不会影响到大陆的外交政策？华盛顿邮报说，凸显跟北京打交道的风险。为什么一个人就外交部长可以突然不见了？那之前如果我们有什么约定要约好了，要互访啦，签什么了，那不都不算了吗？人都跑哪里都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个网络盛传说跟双面女间谍传绯闻那这个傅小田是凤凰的主播凤凰驻美特派然后看说可能跟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而且还说我听到还说什么怀孕生子的等等之类的，那到底是不是？而且说呢，路透社说呢，马朝旭会取代他那到底是不是那因为原来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死了以后3个月才公布的，所以大家想说，老共很多消息是封锁的，也不告诉你到底有还是没有那另外呢，这个红色赌盘作者叫沈栋，他说呢，显露习近平无能决策的秘密你看，连这么一个外交部长，大家都猜来猜去，搞不懂去哪里。来，郑亮兄，你这个匪情专家了解一下。我目前还是用健康因素因为外交部网站并没有更动，所以他还是外长那因为现在金砖外长会议已经是线上在开嘛，那他们念马朝旭了马朝旭已经代表上台了，那马朝旭是第1副外长。而且坦白讲，他的资历比秦刚还好，他当过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纽约跟日内瓦的代表，也当过澳大利亚的大使，那也住过比利时，所以对欧美是比秦刚还熟他比秦刚大3岁，所以我觉得很可能就是马朝旭接了，可是他不会这样宣布。他就让他先代理比如说会客干嘛开会但是秦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家都猜来猜去。因为如果最后宣布，可能就用健康理由了。那如果是严重的个人丑闻或者涉及国安，那就会调查案就要结束嘛。那如果涉及国安，这个国安调查会蛮久的。有人说是他太太，不是情妇。因为那个傅小田在国外豪宅。那个男友已经出现了，然后他在跟傅小田在做豪宅的装潢，也推那个小孩一起出去，所以那个小孩看起来不是秦刚的你怎么那么脸一看得出来？不是不用验 DNA， 不是就是看起来就是那2个人的小孩原来你那么厉害，至少有那个照片有没有绯闻我不知道啦，可是有绯闻跟有小孩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有人在传可是都不能证实了就是有人说那个傅小田是不是有国安问题了？是双面间谍。对，就是他现在已经去美国，而且他4月11号就去美国了。那如果有，为什么他还可以出国？这不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呢。那这样就太差了吧？他是4月11号去洛杉矶，那就没有回来了然后凤凰也不再播了。然后秦刚是6月25最后一次露面。那秦刚的太太呢？到底说他怎样？秦刚太太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在比较亲西方的机构上班这个坦白讲是石板明夫说的啦，这个我也不能证实就是他说他是不是有一些观点影响了秦刚？可是我认为这个如果只是观点影响，这个不会构成人事的更动不，现在什么都是传言嘛，因为都没有被证实，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中国战狼来了。
有战狼称号的大陆外长秦刚，3月上任至今才4个多月，却已经神隐了1整个月。尽管北京当局强调外交活动不受影响，中方的外交活动都在正常进行。但一个国家对外门面莫名消失，势必影响外界对北京当局的信任。原定7月底将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就决定暂缓行程。彭博社引述2名知情人士说法，指秦刚缺席就是延后主因。但这一句身体原因说法却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的文字记录中完全消失。中国外交部过去常常会把比较敏感的内容从文字记录中拿掉，再加上北京当局接下来再也不提秦刚身体，还把重要外交工作全改由王毅代替。北京外交体系除了把秦刚职务改由王毅与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行之外，对外界质疑都不再回应。连续1个月不见人影，中国网络也出现各种猜测，说法越来越离奇，包括卷入婚外情丑闻，甚至称秦刚婚外情的对象是双面间谍。此外，57岁的秦刚此前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不到2年，在从没有进入外交部高层历练的情况下，就被破格升任为外长，还身兼国务委员。外界推测是因为获得习近平的高度支持，这回1个月不见人影，也让外界对北京高层的内部斗争多有联想。分析坦言，外长消失的情况无法持久，不论是生病或是权钱贪腐等理由，秦刚的去留，北京当局短期内必须给出说法。我看比较知道八卦消息，来现在看，这也只能停在八卦，因为这个事情烧得很大。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亮哥所讲的这个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她叫傅小田嘛她的这个网络上的 po 文只停留在4月11，4月11之后，今天7月25了，整整3个多月都没有再 po 文了。这是3月18的 po 文，她对外宣称是未婚，可是她却 po 了一篇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的人生真的没时间过。3月18的时候写个爸爸生日快乐，他里面写他的儿子是叫做 Erkin ERKIN， 所以我刚刚还在跟亮哥讲说秦的发音应该是，可是很多大陆人讲说对，你看这个好像跟秦刚的秦是发音是类似的。这是3月18的 po 文，4月11号再 po 一个，带着小朋友搭飞机之后再没有任何的更新。那一开始汪文斌在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问说，那秦刚部长去哪里了？他说因为健康因素，所以无法出席场合。他讲健康因素的啊，可是这样1个月，625是最后一次露脸，今天是7月5，整整1个月。对，所以大家才会想说，到底怎么回事？是牵涉到自己的太太，他太太叫林燕，还是说外传的所谓他跟傅小田这个女主播有没有什么包含？就甚至有人讲说这孩子是不是谁的？这个有关个人隐私的，我现在是把大家讨论内容跟大家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掌握实情啊可是他4月11就没有再 po 文了。有人说傅小田是中美双面谍，两边都不想去拔除，因为他两边资料都有。可是他是不是在哪一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告诉大家他跟秦刚之间有什么？不一定是这些私事公事上面有没有泄露什么秘密？所以秦刚也被牵涉在其中，完全是一层雾，看不清楚。老师，我觉得秦刚事件很耸动，很刺激，谈起来大家都感到有兴趣。但是我觉得它的后果影响不会很大。秦刚是很红但大概是王毅底下算是恐怕就轮到他了。那他版不像共匪，看起来就不像共匪，那前途无限但是他消失的时间也够长了。还有呢，就没什么消息，没有什么新闻说健康问题也只是传闻而已。如果是健康问题的话，如果是什么恶病恶疾那就让他下来解释清楚，换人就好了。所以恐怕到这段时间这么长还讲是健康问题，我觉得是有点牵强。那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不管是老婆啦，或者另外的女人，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人能够爬到那么高了，那最后为了女人的问题摘下来，你觉得作为男人，难道不是人生一段美事吗？对不对？那有什么丢脸的呢？也不是美事也是美事那现在就是问题是很多人像外国就说，哎呀，你看跟老公这个来往风险多大？你看他一下不见了，那什么什么以前跟他的什么关系？这是给供这个多讲这一套没什么用那我认为有人就是兴风作浪，说是代表习近平的这个用人这个知人善任，彼此之间的关系有问题。这也是多此一讲。我的结论我的结论，秦刚有事，老公的外交没事；秦刚有事，习近平的统一没有事所以大家热闹兴奋一段以后就过去了。
来问女生，佩君。我觉得从这个像刚刚亮哥讲，从那个中共外交部的网站看，秦刚的照片跟活动讯息都还在了，但是从6月25号以后就没有更新行程。所以从这个蛛丝马迹来看，不一定是因为人为因素或者是斗争垮台，然后才没办法露面。现在最多猜测就是别的因素没有办法这个出来主证，因为集权国家如果要让一个人消失，那个方法太多了。照经验来看，可能就是除了公开场合再也看不到他之外，过去式的记录如果会让高层觉得尴尬的话，同样也是可以彻底的消失抹除的。所以秦刚现在看起来是进行式的下落不明哦。那这个没有看到他的过去被抹除的，这个跟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状况又不太一样。所以，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过了1个月，所以新冠病毒这个原因感觉已经被排除了。但是到底这个没有不适合公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逻辑上判断大概只能，我觉得比较粗略的去判断说，大概是卷入一个重大的人为的意外事故，没办法露面。那至于这个意外事故是什么，我觉得可以肯定的是，大概就算他出来，可能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永远没有公开说明的机会了。因为这个事情的确呢，大官够大了吧？大官外交部长、国务员兼外交部长，对不对？又牵涉到什么女性？牵涉到双面谍，牵涉到什么私生子，哇，这东西尤其很难想象，这是你觉得很严重？大陆的大官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网友其实都很有兴趣，但是听说大陆也不能讨论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老沈，你的人生观觉得，就算我跟你讲，算丑闻呐，尤其是老共这个爱面子的，你说他这个不是丑闻吗？太勉强，是丑闻。但是影响那么大吗？没有，因为这种事情一下子就过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你是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也死而无憾，就是。我跟他比不上，差你看又在回避了，差他好几万里。我刚刚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时间是他在美国 PO 的嘛，美国3月18，所以在中国大陆的话应该是3月19。秦刚是3月10号生日啊。就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会有联想的原因在这里。祝爸爸生日快乐！秦刚那天生日，好吧？爸爸到底是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抖音啊，抖音年轻人爱看啊，在疯传一个是美国现在在诱使台海发生战争，哦，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所以后面的那个利益很大的，哦，他们可以影响美国国会议员，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就拼命讲说台海很危险，台海很危险，兵推哇很危险，然后呢叫台湾多买武器哦，所以呢这个说是美国在诱使，哦，你看各种哦，那这个。在抖音上面各种的疯传影片啊，那内容用引述的方式说呢，台海战争可以换取美国的最大利益，所以美国是后面的引武者啊。那外交部赶快出来澄清，这是大陆认知作战，没有这个事情哦。美国这些大官外交政策后面，国防政策后面没有什么引武者，没有，我们也不是引武者哦，我们也不是引武者。陈建仁就说，网络都在疯传这些假讯息。要请数位部评估是不是立法禁止他们不准乱传，乱传抓起来重罚哦，把他给关台哦。那这是一个啊，那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如何诱导台海发生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就是这支抖音疯传影片，指台海战争背后引武者是他。台湾公民的命是美国的公关妙招，迫使中国战争升级，造成人民死亡，符合美国的利益。用引述方式指台海战争能换取美国最大利益，满满的以美论，让我国外交部大动作澄清，并伪称美国想激怒中国发动台海战争，试图为其对台军事威胁建构借口。对于中方指鹿为马、利用社群平台散播谎言的行径，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称，这假讯息从2021年开始，每年换汤不换药方式，透过各种网络平台
台散播，还指台海情势紧张核心问题是因中国威权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和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及行径，中方不要做贼喊抓贼，认知作战。而这个抖音账号影片内容几乎都是发表像是民进党经济灾难、酸绿营喊高考费国文等影片。抖音上拥有3400多名粉丝的账号，谁也没想到意外因外交部一篇声明引来更多关注。兄怎么看？我觉得外交部很奇怪哦，怎么跳出来讲这个，好像一副就是美国殖民地的样子啊，皇帝的样子啊？这没有美国出来否认啊？美国有没有做这个事情？美国是不是这样怂恿，希望说台海引起战争，他做这个来后面来一个什么利益？很简单，我就收到很多这样的网络讯息啊，说美国花了大概600亿美金左右拖垮这个俄罗斯，他600亿美金加一加，从前后这样加一加，援助乌克兰，他觉得很划算呢、600亿美金而已，600亿美金就让俄罗斯啊，你看国力大减，所以用同样的模式套在这个台海这里面，我一样让台湾去拖垮这个中国大陆，用这样的模式，大家会想到说，这样的一套模式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最该出来否认的是美国的政府，美国外交部要出来讲话啊！怎么是我们的外交部出来讲话？一开始出来讲说啊，你这边杀你，那边杀你，这边杀你，那边杀你，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是美国的代言人、美国的发言人，就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了哈。我们很怕美国生气。好，那么现在在举行汉光演习，今天第2天哈，昨天第1天，今天第2天。那这次特别不一样，是在滩岸歼敌，转向国土防卫。以前我们是说制空制海反登陆，老共根本登不了陆，在海里空中我把你干掉了。如果你登陆，我在岸上就把你歼灭，在滩岸上就把你歼灭。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老美说老共可能会登了不如登陆的话，你们要想办法做殊死战要防卫战之前这个 O'Brien 是吧？还说每个人要发一支 AK-47步枪然后呢，苏贞昌跑出来说，最后我拿扫把跟你拼命那就是国土防卫，而不是滩岸歼敌所以都想说新增的那个义务役的兵那将来呢都要他们在第一线阻挡老共上岸那另外呢，现在呢也把电脑兵推。把它具象化，不是在电脑上兵推还真的，比如说陆战队假扮红军要登岸了等等，然后明天上午还要假扮他们把桃园机场都拿去了，然后我们要反攻把桃园机场拿回来所以明天可能会影响1到2个钟头上午的航班所以呢感觉上是真的有这种临场感，有战场感那另外呢说呢，至少现在呢有红蓝军对阵。媒体说是进步，为什么呢？以前根本就假的嘛，现在至少还看得到这个红军上来了，至少有对阵，有对峙那《金融时报》是说，台湾因为一直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就算要避免战争，会被中国军事施压，就老共的军事一直在进步，所以你再怎么样，台湾都会感受到威胁，因为他的军力这个往上走嘛来，这个志伦怎么看？其实没错蔡英文政府一直跟我们人民分享的是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台湾跟大陆方面两边其实从过去我们是希望从共军可以在海岸这边把它赶出去慢慢一直变成说要我们台湾买了很多的布雷车，甚至未来要到台湾的本岛来进行作战其实我认为这跟民众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来看看大陆这边，其实他共军一直不管共军来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频繁也一直往台海这边一直往本岛这边来逼近所以两边其实非常有机会擦枪走火，就是以前过去的这个我们讲的安全的安全范围缩得越来越近其实真的是让人民感觉到说，蔡英文之前跟大家报告的两岸要维持现状是非常的没有让人民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民进党的我们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他也是坚持说要走蔡英文路线，可是他在讲一讲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那种台独的务实工作者的那个心理那个常常就会不小心爆发出来。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当时想说，不好意思，我可能想我的最大的梦想就进入白宫，所以他把他的那个台独的想法就爆发出来的时候，其实现在这样子的情形，两岸其实越来越危险的情形其实大家是非常不乐见的情况。来，郑亮兄怎么看？这个是第一次演习，说他登陆，然后再滩头决战嘛。
哇，这个事实上所有的兵推都认为台湾挡不住啊，所以我不知道做这种演习是要干嘛。挡不住是挡不住他上岸，还是上岸以后我们挡不住他？都挡不住，所以才会演练这个为匪张目，不然干嘛演练城镇战？城镇战就是滩头之后的再进一步了嘛。如果是你是立法委员的话，苏贞昌就要骂你。不是嘛？他演习各种项目我可以接受了，他要演练城镇战我也没意见啊，对不对？但是你认为这个沈大老师反对了，沈大佬认为说上了滩头就要投降的时候，不能够再打城镇战。你也讲的太直接，害我给人家骂。我讲的没有那么粗。好，你讲的婉转一点啊。不是，你像两岸对峙、武力对峙已经好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们的战略啊、战术一天到晚都在改？是老共越来越厉害呢，还是老美越来越不行呢？还是我们被赋予的任务越来越多呢？这讲清楚，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嘛。你说原先是要置他们、杀他们于海峡上面，现在变成滩头决战。现在滩头也不要变国土，那要到东岸去了，那我们就搬家到夏威夷好了。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讲，因为这次你看大选。赖清德的讲法说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我赖清德不这样讲，侯友宜讲专制的选择，民主与专制。赖清德不敢讲战争与和平，那就完了。我讲民主与专制跟和平与战争一样，道理是一样。你看我们的防守线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后退，不表示战争越来越接近吗？这战争都从前院带到客厅，客厅带到卧房了嘛？那不是越来越接近吗？那这些军事老共的力量越来越接近的话，不是把专制的体制带进来了吗？这个是在民进党统治之下进行的，所以这个赖清德给大家讲了，这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哪边和平你来选案，这个是不打自招，就打了自己打了一个大耳光嘛。我补充一下沈大佬，因为我们以前兵推要么是海面作战。再过来是反登陆作战，现在是滩头决战，已经上来了。对啊，而且机场都要拿下来。这个不就是战争逼近了吗？赖清德还说没有这件事，所以就不公。民进党基本上是矛盾的了就是民进党开始是讲说两岸兵凶战危，随时会开战所以很危险大家小心老共这个图我日气所以我们的兵呢要从4个月变成1年。然后他发觉这不对了，大家害怕了，年轻票跑了。他就说不紧张，完全没有打仗的可能，不会，我们只是要避战，不可能作战。那年轻人不是笨蛋吗？你从4个月变1年，你以为人生有多少个1年啊？那是很宝贵的1年的时间呐。我们都当过兵，知道嘛。而且少康兄，这个滩头决战就有义务1年的海岸守备旅在里面。没错，他要把他们推到前线去嘛。所以难怪年轻人要离开民进党嘛。只是离开民进党去哪里呢？好像又不同意到国民党，所以就跑到柯文哲那边。其实就这么简单嘛。民进党应该自己知道你讲了半天，老百姓不是傻瓜嘛？你说你两岸不紧张干嘛？兵役延长1年，不紧张国防预算干嘛要搞到5000多亿？不紧张特别预算搞到5000多亿，为什么呢？不是就紧张吗？那你又说不紧张，那不紧张干嘛这样呢？不是很好笑吗？没有错这个东西就大家来讲的话，你就发现了说，美国不断的要武装台湾，而且武装台湾做巷战你一切这一次的演习一样，都在国土里面了越来越后退，就变成说台湾已经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就认为说台湾已经变战场了，那感觉越来越浓。可是我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赖清德他的支持度一直在30几他的最高为什么这个样子？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他也上不去的，他就是这样子。他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一次的大选主轴当然是战争与和平嘛。他一直把扯到老美去了，说这是白宫与中南海的选择。听说这句话，老美很不高兴呢。你把我拖下水你就把我拖下水呢，而且入白宫这里面来讲的话，就变成说，让老共知道说老美跟台独的金孙，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赖清德是金孙孩子谁？他台独之子就是陈水扁所以就陈水扁2.0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休息一下再回来。